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风车。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一期新的12代酷睿异构处理器的新品笔记本的上机体验。老朋友宏基，而且这个系列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，是非凡系列。这代的非凡 S3 搭载了全新的12代酷睿 P 系列处理器。首先一拿到手就感觉这台机器很小，通体白银色，很漂亮，拿到手里很轻，整机大概有 1.2 公斤。上称看一下，连机器带充电器大概是 1.5 公斤左右。先看 A 面，通体银白，拍出来都亮得反光了。logo 在底部小小的一块，很不明显。B 面的屏幕，风车用软件查了一下，好像是友达的屏幕。这次风车不太确定，因为在 IDA64 里边检测的是 INT3480， 这块屏幕大多都用于微软的 Surface 上，而下面的型号是 B140QAN02.3。这是友达的2336面板，查了查数据和咱们屏幕的数据大体上是对得上的，所以风车倾向于确定这是友达的屏幕。来，咱们过一遍校色仪，看看素质。首先色域为 99% sRGB、74% ARGB 和 75% 的 P3， 色调响应偏差了 0.01， 表现的还是可以的。最大亮度 323.8 尼特，说实话这个亮度在户外办公可能会不太够用。在48色的颜色测试当中， Delta E 最小 0.35， 最大 6.06， 平均是 1.41。 随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B 面的边框，整个的屏占比还可以，大概接近 90%， 底部一指额头略宽。那么 B 面看完，咱们来看 C 面，这个模具非常的熟悉，一脉相承。同样的 C 面顶部出风口，同样的集成键盘的开机键，同样右下角贴着卖点的基本信息，而且很贴心的是，在开机键旁边贴了一个指纹的 logo。 风车试了一下，不是把指纹识别模块做到旁边了，而是此次更新将电源、开机和指纹识别功能做到一起去了，而且旁边会有一个贴纸的提示。键盘灯光呢也是白色，虽然统一，但是看起来会感觉有一些疲劳，而且白灯在银色的机身上其实不是很明显，看字母会有一点模糊的感觉。触摸面板不小，按下反馈准确清脆，中规中矩。左下角有 Intel Evo 的标志，风车之前就有一期视频是专门介绍 Evo 的认证标准的，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而且发现这个 logo 的颜色和原来不一样了，性能的需求使得笔记本的表现更强，让低价格的笔记本可以获得更高的电脑体验，而且性价比也会变得更高一些。而宏基这款非凡的 S3 可以说是 EVO 认证里边性价比 T0 级别的存在。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提，就是这代 EVO 认证的笔记本在 AI 创作当中有了更严格的要求，技术也有了更新的突破，它可以智能的帮助用户在修图、视频编辑当中快速的解码并导出，而且这次的摄像头也有 AI 算法的帮忙，让用户在开会的时候智能的把后边的背景给虚化掉，所以这一点还是做得很用心的。而且宏基还是老牌的厂家，底蕴还是在的，这次给到了 16G 4266的双通道内存。不过风车推测大概率还是焊主板上了，大概率还是时序较高，大概率延迟还会上100纳秒。但不同的是，这次给了 512G 的固态硬盘，雷电接口也不是一个，而是给了2个雷电接口， USB 接口也是2个，有一个 U 口还附带了关机充电的功能。WiFi 6也升级到了 WiFi 6E， 这算是 EVO 里边做的比较好的了。对比有的本对吧，就一个 USB， 起码这个本的 I/O 接口它是给足了呀。那么咱们现在来看看 I/O， 首先左侧为2个雷电接口，一个 HDMI 2.1 接口，一个 USB 3.2 支持关机充电的接口，右侧为一个 USB 一个耳机口，这就舒服多了。双雷电代表至少可以在充电的同时还可以扩展，2个 U 口在保证鼠标的前提下，起码能插个 U 盘或者校色仪设备，不用触摸板来操作。最后咱们看一下背面，底部有一排大的出风口，螺丝为标准的内6角螺丝，但是这个铰链部分在开启的时候，这个铰链会有一个2段的翘起，可以把这个笔记本顶起来，以一个更高的倾斜角度来办公，更有利于出风和散热。那么外观部分咱们就看完了，现在来上机体验一下。首先来说，这一次的笔记本最大的亮点就是这块12代的处理器，代号为 i7-1260P 的 CPU。这款处理器是移动端的混合架构，搭载了4大8小16个线程，主频为 2.1 到 4.7G 赫兹，3环给了18兆。核显方面附带了标准的锐炬核心显卡，有96个 EU 单元。测试了一下性能释放，宏基的调教趋于保守，
极限65瓦 ，PL1 给了最高35瓦的性能释放设定，实际上在高性能模式下，单烤 CPU 的 PL1 电压只有30瓦左右，最终会趋于25瓦的稳定性能释放，主频可以保持在大核心 2.4G 赫兹，小核心 1.8 到 1.9G 赫兹左右。这个设定是标准的低压功耗释放频率，毕竟这是一款轻薄本，功能释放呢够用就行，不需要那么激进。那么除了看功耗释放的调教之外，跑分软件也是必不可少的测试。可以看到，在 CPU-Z 当中，单核心是702分，多核心是5945分。在 3D Mark TS 的测试当中， CPU 分数是5812，显卡分数是1763。在 3D Mark NR 的测试当中， CPU 的分数是7956，显卡分数是20651。在 R23 的测试当中，单核心是1782，多核心是11212分。在 IDA64 当中，它的延迟测试是 108.3 纳秒，果然还是上了100的。这个处理器的性能中规中矩，表现的4平8稳。最后咱们来说一下续航测试，在电池模式最佳能效、亮度最低的情况下， PC Mark 10的工作续航测试当中，续航可以达到8个小时44分钟，这个续航还是说得过去的。而且宏基这次也标配了65瓦的快速充电接口，办公的话一天的使用没什么问题。在说总结之前，风车要说一下自己的想法。首先12代的首发一共有2款处理器，分别是 i5-1240P 和 i7-1260P。让风车推荐的话，推荐买 i5。目前京东的定价 ，i5 级的宏基全新非凡 S3 应该是4499，在12代的处理器里边，应该是目前最亲民的 EVO 认证笔记本，而且宏基的调教风格还是更适合 i5 的发挥。那么咱们现在来说说总结，综合看下来，宏基的这台机器啊，更新看上去可能不是很显眼，甚至于可以说是比较稳健吧，但是12代异构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这个本最适合的形容词呢，就是4平8稳。这样的能效设定，而且价格也在这里摆着，可以说是一分钱一分货了。宏基保守的调教和硬件的选择，其实更加适合那个办公的人士。60赫兹的刷新率是够看的，亮度不高呢，300尼特也够看啊。分辨率标准呢是 2.5K， 也跟得上目前的标准。噪音呢不开性能模式，基本上和环境音差不多。宏基的非凡 S3 对于办公人群而言，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在保证续航的同时啊，也有一定的性能保证，特别是以文档、表格还有 PPT 为主的办公人群，应该会比较热衷于看上这款机器的。所以就体验的这2天来说呢，让我有感受到这个非凡 S3 的这个功能它的更新换代，作为新一代 EVO 认证的轻薄笔记本当中的价格的天花板，这次的非凡 S3 看起来有一种那个质朴的古典美，能把开机和指纹识别功能合二为一，屏幕、色域、色准、色深，还有刷新率和亮度，虽然都不是很拔尖，但是胜在于它表现得很平均，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一个整体，这个大厂的功底是可见一斑的。非凡 S3 呢，可以轻松的满足多场景，尤其是户外的使用需求，真正做到了有薄度，也更有风度。